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种现象？有些人体重变化不大，但血糖、血脂、炎症指标却在慢慢变好；也有人拼命节食，疯狂运动，体重是轻了，可腰腹还是松，肝脂没降，身体越来越累。问题真的只是脂肪太多吗？今天这条视频，我给你一份可以每天照着做的操作手册。目标不是零脂肪，而是把发炎的脂肪，尤其是内脏脂肪，拉回健康状态。我们这套方法指定4个方向：一、血糖更稳，胰岛素不再大起大落；二、内脏脂肪下降，腰围、肝脂、甘油三酯下降；三、脂肪因子恢复，脂联素上升，瘦素抵抗改善。脂联素 adiponectin 是脂肪分泌的保护性激素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，促进脂肪氧化，抑制慢性低度炎症，保护血管内皮。瘦素 leptin 也是脂肪分泌的，瘦素的任务是告诉大脑能量够了，可以停下来了。4、炎症负荷下降，高敏 C 反应蛋白 HSCRP、丙氨酸转氨酶 OUT， 部分人血压随之改善。记住一句话，不是把脂肪饿死，而是把脂肪养回正常。第一部分饮食模板，每天照做的盘子法，每一餐只记住一个结构：1/2加1/4加1/4，半盘非淀粉蔬菜、绿叶菜、十字花科、菇类、茄子、秋葵任选2-3种，约250至300克生重；1/4盘优质蛋白，鱼、蛋、豆腐、豆类、禽肉、瘦肉任选1种，鱼、禽肉、瘦肉约120至150克生重，或豆腐豆类150至250克生重。目标是每餐提供约25至30克蛋白质。1/4盘低 GI 升糖指数，主食糙米、藜麦、燕麦、荞麦、红薯、豆类主食任选1至2种，约150至200克孰重。对活动量较大或男性人群，可上调至200至250克。提供主要能量来源，同时贡献部分蛋白与膳食纤维。每天再加2样关键配件：1勺好油橄榄油或牛油果油15毫升，1份发酵或高芡酸奶120至150克，纳豆40至50克，泡菜50至80克，豆类80至120克，洋车前子5至10克。这套结构的核心只有一句话：先稳血糖、内脏脂肪和炎症才会往下走。第二部分每天必须完成的4个硬指标。指标1：植物密度，每天大于等于5份蔬菜，约500克蔬菜生重；每天1至2份豆类，100至200克孰重；1份浆果或低糖水果100至150克。为什么？纤维加多酚肠道屏障稳，炎症低，胰岛素更敏感。指标2：蛋白质够用，但不过量。以60千克体重为例，每天70至90克蛋白质，每餐25至30克。太少容易饿，反弹太集中反而推高胰岛素波动。均匀分配最稳。指标3：换油，不是去油。优先橄榄油、菜籽油、牛油果、坚果、核桃、杏仁。每周2至4次深海鱼、三文鱼野生捕捞的最好，沙丁鱼、青鱼、鲱鱼、鳟鱼任选1种，每次100至150克孰重。减少反复油炸、加工肉、高 omega-6和反式脂肪组合。换脂肪结构，比无油饮食更能降内脏脂肪炎症。指标4：控碳水波动，不是全戒。优先顺序：豆类、燕麦、荞麦、糙米、红薯、面甜饮、点心直接取消。3条铁律：1、碳水一定和蛋白蔬菜一起吃；2、甜饮是炎症脂肪的点火器；3、晚餐主食量通常比午餐少一点更稳。第3部分：一整天照抄的视力模板，以体重约等于60千克，无严重肾病、无特殊代谢疾病的成年人为例。目标：稳血糖，降内脏脂肪，抗炎为设计逻辑。早餐稳血糖型，目标：血糖平稳，不刺激胰岛素高峰。燕麦干40克，奇亚籽10具约等于1汤匙，无糖豆浆250毫升，蓝莓80至100克，蛋白2选1，水煮蛋1个约等于50克或嫩豆腐100克。营养轮廓约：碳水35至40克，蛋白18至22克，脂肪12至15克，膳食纤维大于等于10克。午餐降内脏脂肪主战场，
目标：控制胰岛素，刺激脂肪氧化。大份非淀粉蔬菜生重，300至400克绿叶菜、十字花科、番茄、彩椒。蛋白任选一：深海鱼生120至150克或鸡胸肉生120克或硬豆腐150克。主食任选一：糙米干50克或藜麦干45克。橄榄油1汤匙等于15毫升，约等于13至14克。营养轮廓约：蛋白30至35克，碳水40至45克，脂肪15至18克，膳食纤维大于等于12克。晚餐降炎症，目标：低胰岛素、低炎症、轻负担。蔬菜生重250至300克半盘，菇类或海带100至150克。蛋白任选一：定量鱼或鸡胸100至120克，提供蛋白25至30克，或豆腐或贝类80至200克。主食可不吃或豆类薯80至100克，橄榄油1茶匙等于5毫升。营养轮廓约：蛋白25至30克，碳水15至25克，脂肪6至8克。加餐可选，不是必须。目标：不拉高胰岛素。坚果1小把，15至20克，或无糖酸奶豆乳酸奶120至150克。全日汇总参考范围总热量1700至1900千卡，蛋白85至100克，碳水150至180克，低 GI 为主，脂肪55至65克，以橄榄油、鱼脂为主，膳食纤维30至35克。一句话执行口诀：早餐稳血糖，中午降内脏脂肪，晚上降炎症油脂，定量蛋白够，主食不空。第4部分生活方式模板，真正决定成败。运动只抓3件事：一、每天饭后走10至15分钟；二、每周2至3次抗阻训练，每次30至40分钟，全身行路。抗阻下肢核心，深蹲坐立起身3×10减12，弓步或台阶上步3×8减10侧，臀桥3×12减15，平板支撑3×20减40秒。抗阻臂上至背部，俯卧撑或哑铃卧推3×8减12，弹力带划船或哑铃划船3×10减12，肩推举轻重量3×10，死虫 dead bug 或鸟狗式 bird dog 3×10侧。强度判断：最后2次感觉有点吃力，但还能保持动作标准。3、每周1至2次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每次30至45分钟。任选一种：快走能说话但不能唱歌，骑车微喘，心率上升，椭圆机或游泳持续不中断。强度标准关键：心率约最大心率的60%至70%，或 RPE10年5月6日。目标很简单，控糖加提高胰岛素敏感性加动员内脏脂肪。什么是最大心率？简单估算，最大心率约等于220年龄。例如70岁最大心率约150，最大心率的6070百分号等于中等强度就落在90至105次每分钟。什么是 RPE？ 主观用力程度，你自觉的疲劳程度10分制。RPE 5/6-10意味着呼吸变快，但仍能讲话，能持续运动大于等于10至20分钟，觉得有在努力，但不吃力，流清汗但不喘不过气。适合不带心率表或老年人或血压波动的人使用。睡眠与压力，每晚7至8小时，固定作息比补觉重要。晚上少刷手机，瘦素和饥饿素会感谢你。酒精和压力是内脏脂肪的放大器。第5部分，4周执行计划不靠意志力。第1周，饭后走甜饮清零。第2周，午晚餐半盘蔬菜。第3周，每周2次抗阻。第4周，低 GI 主食晚餐减量，一步一步来，身体会配合你。第6部分，你怎么知道脂肪真的在变好？在家就能看。1、腰围下降，体重不一定变，往往意味着内脏脂肪在减少，而不是单纯掉水或肌肉。2、饭后不困，吃完饭就想睡，多半是血糖和胰岛素大起伏。当脂肪炎症下降，胰岛素更稳定，饭后清醒度会明显改善。3、夜间饥饿感减少，半夜想找东西吃，常见原因是瘦素信号失灵。当脂肪恢复安静状态，饱腹信号变清楚，夜里更容易不饿，睡得稳。体检可看
甘油三酯 Tg、血糖、丙氨酸转氨酶 ALT、高敏 C 反应蛋白 HSCRP。如需进一步评估，可检测载脂蛋白 BApoB。体重不快降没关系，腰围下降才是硬指标。结尾金句：把发炎的脂肪拉回健康，不靠挨饿，而靠3件事：稳血糖、降内脏脂肪、恢复肌肉和睡眠。脂肪一旦安静下来，炎症才会真正降下来。感谢收看，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也请分享给家人朋友，让更多人看懂慢性炎症与内脏脂肪的科学真相。我们下期见。